大家好，我是 CGPB 的于东路，今天就来聊聊我当年的求职经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最大的转折点之一呢，就是在2008年成功拿到了第一张在游戏职场的入门券。从此之后，整个职场大门就为我开启了。那么我是怎么用自己的作品集拿到这第一张入门券的呢？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巧妙之处吗？当然有了，今天我们就来忆当年哈。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给一个服装品牌做市场营销的公司做3D 资产。当年做得不错，被女老板赏识，还回国帮公司发展过外包方面的商务合作。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做游戏的梦，所以一直没有放弃继续画自己的作品集。蒙特利尔当时呢，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这么一个游戏基地了。我也一直给各个大公司发简历，但是一直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转眼呢，就到了当时蒙特利尔1年1度的 Adapt 大会，这是当地游戏圈还有电影圈的一大盛事哈，每年都热闹的不行。当年邀请的嘉宾都是好莱坞啊，还有美国游戏界的头部人才。这个大会呢，它白天是各种各样的讲座，然后晚上呢就是一个招聘大会。我就想，我一定要进去逛逛，谁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机遇呢？但是那个时候去 Adapt 的门票超贵，我怎么拿到票的还有一个小插曲。这个事儿呢，跟我和张老师当年整个恋爱史有关。今天我就不跑题了哈，如果大家想听，哪天专门做个视频讲这个。那天我早早准备好，拿着自己打印好的作品集就冲了过去。我一直读的是美术专业，所以有什么求职的场合带着作品集是很自然的事儿。大家要知道，那是2008年，没有智能手机，没有 iPad， 没有任何便于携带的电子产品能展示高清的数码作品。我到场之后呢，就发现很多和我一样想要求职的年轻人都是带着 CD 光盘去的。对，当年用的是 CD 光盘。那么招聘会现场的各个公司呢，并没有带电脑过去，他们只是派了人资啊，或者美术总监、主美站在他们的展柜那里。所以基本上呢，他们都会很礼貌的就接过光盘，然后说谢谢，我们会回公司仔细看的。那么那天晚上演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料到，就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有实体打印出来的作品集。我和每个公司的招聘组一起看，一页页的翻，他们问我思路灵感、绘画手法、用时多长等等，然后我就兴致满满的开始聊自己所有的创作想法和流程聊了好多个公司，最后嗓子都说哑了，但是心里是开心的。就先不说会不会有工作机会，这种交流的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锻炼和经历。然后大家对我的一些正面反馈呢，也算是对我的努力的一种认可吧。1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接到了 Eidos Montreal 的留言，他们就说，东路，上次在 Adapt 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希望你来公司面试。我真是开心到不行啊！我用6个月的时间，每天下了班晚上就画作品集，然后又用了6个月的时间投简历，没人搭理。现在总算争取到了我的第1个面试。Eidos 蒙特利尔的美术总监呢，当天没有去招聘会，我只是跟人资谈了。当时是说他们想招一个有行业经验的人，所以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能破例给我这个面试的机会，我就要一定好好的把握嘛。面试当天呢，聊着聊着就发现我和美术总监是校友，而且还是一个专业毕业的。你们说这个世界小不小？当然了，他是比我毕业早很多年的师兄了。我们有过共同的老师，同样的科目，那话匣子呢一下就打开了，气氛非常的好而且当时我所积累的外包经验，还有我会说中文，也让他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当时跟上海也有这种外包合作关系面试愉快的结束了以后呢，第2天招聘经理就跟我说，面试很顺利，但是因为你还没有在游戏行业工作过，我们需要给你出测试题，最后判断一下你专业能力。我说没问题啊，我就等你们的测试题吧。测试题发过来之后呢，是3个道具设计的选项，我可以任意选择1个，然后用近未来的设计语言呢去来完成一张设计图。我看着这题目就开始琢磨了，现在招聘岗位那么少，概念设计师的职位更加少，他们面试的测试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我怎么样才能胜出呢？
喊口号表忠心，说我一定会努力工作，天天向上，人人都会哈，那为什么一定会选择我？这次测试的机会，我不仅要表现我会画画，会设计。说实话，我的竞争者都会设计，都会画画，那我的明显优势在哪？我一定要让 Eidos 的团队感受到，我虽然没有游戏行业的经验，但是我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位是有很成熟的理解的。概念设计是什么？实际上它最核心的目的就是协助美术总监在不同的视觉表达中做出选择，把这个美术选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美术方向，用设计图的方式传达下去，让游戏的各个制作环节呢都有一个统一的认知。想明白这一点之后呢，我就没有再犹豫我要像女战士一样拼一拼。我是一个白羊座的人，我想拼的时候呢，谁都阻止不了我。要求我道具主题3选1设计，我偏不要选，我3个都要设计，而且每个道具我都要提供3种不同的方案。所以试题它从画1个道具方案变成了3×3，我要画9种不同的设计方案。那个周末我就没怎么睡，星期一的时候呢，按时交付，早上把所有的设计稿都发了过去。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电话，电话另一端的人资姐姐说：“东路，恭喜你，你被录取了。”那当时的心情，我如今都能记得清清楚楚，那种用自己不懈的努力争取来的回报的那种满足感是能让心灵真真实实的得到充实的。心就像小鸟那么样飞起来了，天是那么的蓝，路人似乎都在对我微笑，我也情不自禁的对每个眼神对上的人在微笑。这个呢，就是我当年拿到第1张在游戏职场入门券的故事。啰啰嗦嗦的说了一堆让我总结一下，就是要学会交流和表现自己。当年我就是在不同的招聘场合和招聘环节，用语言和做事方式表现了自己的行动力和专业度。如果语言表达能力弱，实际上是可以用行动或者作品集的内容来打配合的。具体到怎么样表达才有效率，才能得到正向反馈，作品集要怎么准备，要包含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表现自己的专业度，我们在以后的视频跟 CGPP 的课程当中都会持续的讲解。感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关注我们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